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巴黎奥运会啊。奥运会啊已经开幕了好几天，但中国队的成绩啊好像不太理想，尤其是游泳队的成绩啊，跟此前的预期啊落差很大。前天呢，中国的游泳名将张雨霏啊出战100米蛙泳比赛啊，最后呢只获得了铜牌，成绩呢是56秒21。这个成绩啊跟3年前的东京奥运会相比啊，那相差就大了啊。张雨霏啊在东京奥运会上一共获得了2块金牌、2块银牌，那成绩呢也比这次要好啊。据说啊，这张雨霏啊，这比赛之后是泪洒赛场啊。期待在下一次世界大赛上，我能够以更好的状态与他们去碰一碰。我还是觉得我的100米的游泳不会输给世界纪录保持者。这次奥运会可能远比我想象中的压力要大一点。对，还有中国另外一个游泳名将叫秦海洋，他呢参加了100米蛙泳和200米蛙泳2个项目，结果呢全部折戟沉沙啊。一个呢是获得了第7名，另外一个获得了第10名。但是啊，仅仅1年前，这秦海洋啊在世锦赛上是50米蛙泳、100米蛙泳和200米蛙泳3项比赛的冠军，其中200米蛙泳啊他还打破了世界纪录啊。所以当时的秦海洋被称之为中国游泳界的明日之星。但是短短1年的时间，在最重要的奥运赛场上，这秦海洋的成绩一落千丈到这种地步，连一块铜牌都没拿到。那你想想，可不是令人感慨万千吗？我觉得就是我心理上的一个问题吧，就我觉得主要就是我的个人问题所导致的。我觉得就是这种状态没有调整过来吧，这种状态没有调整过来，所以整体的一个能力的发挥肯定还是就是没有跟上。消息传回到国内，很多观众啊都觉得非常失望啊。就在这个时候啊，原中国跳水队的名将高敏发了一个微博，他说：“为什么中国游泳队这次成绩这么差？是因为他们现在到了巴黎之后，频繁接受兴奋剂检测，打乱了他们的休息和训练节奏。”他说啊，中国游泳队到了巴黎10天左右的时间，接受了200次的兴奋剂检测，而且时间呢，有的是深更半夜，有的是早上6点。这运动员有的正在休息呢，休息的过程中就把他叫醒了之后做检测，甚至有的运动员1天做到7次检测，那这不是折磨人吗？高敏当时啊非常气愤地说：“他说你们不要认为这比赛金牌不重要，过程很重要。如果金牌不重要的话，为什么西方国家针对中国游泳队采用这种盘外招的方式，对他们格外进行关照呢？”高敏的言下之意，就这次巴黎奥运会频繁针对中国运动员的这种检测，就是盘外招，就是要整中国队。于是有很多人呢就统计了一下，今年游泳队啊确确实实啊受到了格外的关照。你比如说啊，这张雨霏啊今年一共是受到了43次的这个兴奋剂检测，秦海洋呢是接受了46次兴奋剂检测，李冰洁接受了42次。要知道现在才8月份呢，那你这前半年就接受了40多次，你算算平均每个月多少？每个月5、6次、6、7次，对吧？这么高频度的这个兴奋剂检测，显然是人家怀疑你就是吃了兴奋剂，但是呢又没有证据，于是开始频繁的对你进行检测嘛。那么为什么这个国际奥委会也包括这国际反兴奋剂组织要专门针对中国这么频繁的进行检测呢？很多中国的观众可能不知道啊，那是因为今年4月20号发生了一件大事儿。4月20号的时候，《纽约时报》也包括德国的公共电视台啊，联手发布了新闻。这个新闻就说啊，他说在3年前，中国的游泳队啊，有23名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集体发现阳性啊，但是这个消息啊被压了下来，公众都不知道。那么整个呢WADA啊，也就是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啊，也没有进行上诉，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而《纽约时报》认为，这有可能是国际游泳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集体舞弊案。他们高度怀疑啊，其实这些游泳运动员就是在中国国家队啊这授意之下，故意服用了这样的一个兴奋剂。那么整个这个事情啊踢爆了以后，就引起了国际媒体的这种爆炸式的传播啊。这次巴黎奥运会啊，中国队进场的时候，德国电视台的记者就在那说，他说看到了吗？中国队啊。再就是他们刚刚有23名运动员尿检呈阳性的新闻被爆出来了啊，就是开始阴阳中国队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中国游泳队在奥运赛场上肯定是承受了一个非常大的心理压力。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
这中国23名运动员啊尿检呈阳性的这个新闻的来龙去脉啊。时间啊回到了2021年的元旦啊，在2020年的12月31号到2021年的1月3号，在河北正定县举行了一场游泳比赛，就叫中国游泳争霸赛。这场比赛啊，要说啊，它不是一个固定赛事，也不是特别重要啊，既不是奥运选拔赛，也不是国内的那种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它是什么背景呢？是因为当时中国处于疫情期间，很多运动员呢比赛都进行不了了，训练状况呢也受到了干扰。但是你想想，2021年的7月份啊，推迟1年的东京奥运会就要召开了，所以国家游泳队呢就决定在中国搞2站这种游泳争霸赛。第一站呢就在这个河北正定举行。那按照惯例呢，举行这种比赛的时候，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呢就要进行采样。这次比赛呢，全国一共有201名选手参加，也就是每一个项目的前16名选手都可以参加。那么反兴奋剂中心呢，要对那些成绩特别好的运动员进行抽样采样。那么一共抽了39名运动员的这种样品啊。那么由于当时疫情期间抽取的这个样品呢，当时呢也进行隔离，就放到冰箱里头啊，冷冻了1个月以后才送到了北京。北京的实验室啊，就是 WADA， 也就是世界反兴奋剂中心认证的实验室呢，进行检测。这检测结果3月15号出来了，这出来可不得了啊！因为当时39名运动员一共采集了60份样品，这60份样品中间有28份样品呢全是阳性，涉及到23名运动员，这可是天大的新闻呐！你要知道啊，23名运动员这么大规模，而且呢，这里头的样品中间都是一种这个违禁药物啊，这种违禁药物的名字叫曲美他嗪。这里我要简单介绍一下，这曲美他嗪呢，原来是一种心脏病的治疗药物，啊，就是治疗心绞痛的。但是后来有些运动员就发现，这曲美他嗪啊，如果你要服用的过程中间呢，可以增加运动员啊这个心脏的供氧，同时呢，也会帮助那些高强度运动员训练的过程中恢复体力。所以就有一些运动员呢，就服用曲美他嗪。孙杨，大名鼎鼎的孙杨。2013年的时候啊，就被发现啊，他服用了曲美他嗪啊。当时他的解释是说，他的心脏不舒服，所以队医给他开的这么一种药嘛。因为当时曲美他嗪被列为违禁药物是2014年的事情，所以说他不知道，是吧？结果后来呢，这个解释呢，也就解释得通。最后呢，他被禁赛了3个月。那么于是这一次23名运动员被发现，这是惊天大案呐。那么呢，4月初的时候，中国的反兴奋剂中心就给WADA， 也就是国际反兴奋剂中心啊，写了一封邮件，说这件事情啊，我们要进行独立调查，你们先别公布啊，因为这个事情啊，确实是涉及的面很大。于是呢，从2021年的4月份呢，中国有2个部门分头开始进行调查，一个部门呢就是国家体育局的反兴奋剂中心，就把那些队员呢召集过来挨个进行询问啊。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警方，据说还是国安部门呢，对现场进行调查。然后的调查呢，最后在2021年的6月份啊，形成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说什么呢？说啊，这23名运动员呢，都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不小心误服了。怎么误服的呢？就是他们当时住的这个酒店呢，叫华阳饭店。这华阳饭店的厨房啊，这个食物里头被污染了。怎么污染的呢？就是说，这个警方啊，在那个华阳饭店的厨房的调料瓶里头，发现了这个曲美他嗪的残留物。然后呢，在下水道里，也包括抽油烟机的排道里头，也找到了曲美他嗪的排放物。所以最终呢，就认定这件事情啊，就是这些运动员是食物被污染了之后呢，然后他就不小心得了，所以他们不知情嘛。那支持他这个结论的呢，他们有几条啊？他说第一条呢，这个曲美他嗪的浓度非常低，非常非常的低的浓度，而且有些运动员呢是今天检测是阴性，你看下午呢可能就变成了阳性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23名运动员呢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这个队里头，并不完全是国家队的啊。那么有的是广东的，有的是河北的，有的是上海的，有的是北京的，所以呢，他们呢，你很难说这集体教练员串在一起给他们供违禁药物嘛，对吧？而且他们的浓度相对来说是一致的。那么基于这样的原因呢，最后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呢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在2021年的7月份啊。说这件事情啊，就是由于被食物污染，所以呢决定对这些运动员不予以处罚。这个结果呢报到了 WADA， 也就是世界反兴奋剂中心之后呢 ，WADA 呢当时呢也是因为疫情啊，想要到中国来调查非常难嘛，
最后呢就完全认可了中国这样的一个报告，最后呢也没有向这个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呢去申请上诉。于是呢，在2021年的7月份，也就是东京奥运会期间，所有的这些尿检阳性的中国运动员呢，就参加了东京奥运会，而且还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啊。其中这23名运动员中，一共获得了4块金牌。那么这件事情呢，后来在2021年的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就被媒体获知了。这媒体获知是怎么获知的？据说是有这个吹哨人呢，就给这个德国的公共电视台，也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去发信，说在中国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惊天大案，被压下来了。于是《纽约时报》和德国的公共电视台双方就开始进行独立的调查。这个调查一直持续了2年，而且这2家媒体之间还互相进行了一些信息的通报。那么这个爆料人呢，给他们提供的内容是什么呢？提供的就是当时一个56页的中国的这个调查结论书，还有呢就是包括当时警方，也包括这个中国的反兴奋剂中心跟这些运动员之间谈话的一些笔录，就把这些原始资料提供给了这个德国的公共电视台，也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这德国的公共电视台一直对这个反兴奋剂的事情非常上心。过去俄罗斯曾经大规模的组织自己的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就是他们独立调查出来的。所以在过去的2年的时间里头，这2家媒体分进合击，一直在调查这件事情。Wissen Insider der internationalen Anti-Doping-Szene mehr? Bis 2016 war David Howman der Generaldirektor der WADA. Er beschäftigt sich nach wie vor mit Dopingfällen auf der ganzen Welt. Heute ist er Vorsitzender der unabhängigen Ermittlungseinheit des Leichtathletik-Weltverbandes, der Athletics Integrity Unit. Wir erzählen ihm von den Fällen in China. Ich war ziemlich überrascht. Das Thema war mir überhaupt nicht bekannt. Nicht aus den Medien, noch aus irgendeiner Kommunikation mit der Welt-Anti-Doping-Agentur oder jemand anders aus der Anti-Doping-Welt. Meine erste Reaktion war Überraschung und die nächste Besorgnis. Wir geben David Howman Einblick in die Unterlagen zu dem Fall. Sehen Sie, wenn man einen solchen Fall auf den Tisch bekommt, sollte man ihn sich sehr genau ansehen. Wahrscheinlich muss hier eine unabhängige Untersuchung folgen. Wenn die Ermittler dann auch noch aus dem Land stammen, um das es geht, entsteht sofort der Eindruck, die würden nicht unabhängig ermitteln. Man müsste vielmehr alles überprüfen, was die sagen, und dann nochmal gegenchecken. Und dann kann man erwarten, dass deine Untersuchung veröffentlicht wird. Damit jeder weiß, was da passiert ist und warum. Das ist nötig, um transparent zu sein. 他们的调查过程中间呢，就提出了一些疑点什么疑点呢？首先第一点，你看德国电视台很认真的，他还做了一些还原实验。Jetzt folgt unser Praxistest. Das Experiment nimmt mehrere Tage Zeit in Anspruch. Institutschef Fritz Sörgel und seine Laborleiterin Martina Kinzig stellen sich zunächst die Frage, kann Trimetazidin an Oberflächen in einer Küche nachgewiesen werden, wenn es vorab irgendwie zum Beispiel mit Gewürzen in Kontakt gekommen war? Das Experiment beweist, Trimetazidin kann, gemischt mit Gewürzen, tatsächlich an Oberflächen von Gefäßen haften bleiben, wie der Ausschlag hier zeigt. Und auch wenn die Substanz einer Flüssigkeit beigemengt wurde, etwa einer Suppe, gäbe es ein bemerkenswertes Ergebnis. Nachdem die Flüssigkeit für 1 Stunde erhitzt worden war, fanden sich tatsächlich Spuren des Dopingmittels an der Dunstabzugshaube, wie die darauffolgende Analyse ergab. 这好像是支持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他们也发现了一些疑点。他说什么疑点呢？他说首先，你第一报告里说，你说厨房的调料瓶里头有曲美他嗪但是曲美他嗪是一种心脏病的治疗药物那你这个心脏病的治疗的药物的来源是哪来的对吧？那你这个调料瓶里怎么会出现曲美他嗪呢？这个中国没有解释，那么他们认为这也不合逻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说
它这个浓度非常低，他说也不正常。为什么呢？ In unserem Experiment wurden in der zubereiteten Speise, obwohl nur eine Tablette beigemengt war, sehr hohe Konzentrationen gemessen. In dem Bericht der Chinada heißt es hingegen, die Konzentrationen bei den chinesischen Sportlern seien sehr gering gewesen. Die Kontamination, wenn, dann eher mit Bruchteilen der Tablette zu erklären. Aber wie können sich Partikel von diesen Tabletten ablösen? Geht das überhaupt? Unser zweiter Praxistest. Fritz Sörgel prüft mit seinem Team, ob Rückstände handelsüblicher Tabletten an den Händen haften bleiben, nach intensiver Reibung. Das Ergebnis der Laboranalyse wird später zeigen, 0. Nicht die geringsten Spuren blieben an den Händen haften. Und selbst wenn Kräfte stärker wirken, etwa wenn die Tablette 7 Meter tief auf den Boden prallt, sie bleibt völlig unversehrt. Fazit, dass sich Bruchteile ablösen, sehr unwahrscheinlich. Am Ende unseres Experiments bleibt für Fritz Sörgel nur eine Erklärung für die Dopingbefunde der Chinesen. Die niedrigen Konzentrationen, die vom Labor in China angeblich gefunden worden sind, können eigentlich nur so entstanden sein, dass das Dopingmittel schon Wochen vorher verabreicht wurde. 而且他们也指责这WADA，说这个WADA啊，你在这个过程中间有问题，为什么呢？他说按照道理来讲，你出现了这种兴奋剂的阳性事件，第一时间你不得禁赛吗？公开吗？你既不禁赛也不公开，你这不是跟中国穿一条裤子吗？是吧？然后他就说，那这种情况下，那WADA的公信力受到了非常大的质疑。4月20号这个媒体啊披露之后啊，那当时啊很多国际舆论就针对WADA就开始质疑啊，尤其是美国的反兴奋剂中心啊，那对WADA的意见大了去了。The whole situation is a tragedy for clean athletes around the world. The fact that the rules weren't followed, and obviously that was one thing that was acknowledged by the WADA press conference that Chinada should have announced the violation. They should have disqualified the athletes. They should have 他们当时啊，甚至还主张要自己搞独立调查，而且啊，美国的 FBI 据说也接到了中国的这么一个爆料人的这个信息啊，他们也要组织调查，调查什么呢？要调查你这 WADA 这个组织本身缺乏公信力，认为 WADA 跟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呢，你们已经被收买了。那 WADA 当时也非常着急啊，他们在4月22号的时候就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详细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没有上诉的这么一个理由啊。他们是说什么呢？ Is why there was no provisional suspension imposed in this case. As a preliminary point, under the World Anti-Doping Code and anti-doping rules that are promulgated under the World Anti-Doping Code, WADA has no authority itself to impose a provisional suspension. It's for the anti-doping organization that has the results management authority for the case. In this case, that would have been Chinada. 这件事情按道理来讲，应该是中国宣布禁赛、取消成绩。那么，如果中国不取消的时候，WADA 只有权利去上诉。那么 WADA 为什么没有上诉呢？ The next step was that on the 15th of June, so a couple of weeks later, Chinada sent to WADA its decision, which was effectively to ascribe the positives to environment or food contamination due to the findings in the kitchen, and they decided that they would not move forward with the case. They wouldn't proceed with them as anti-doping rule violation cases. A few days after being notified of that decision on the 15th of June 2021, WADA requested the case file. That case file was promptly sent to external counsel, including myself, but there were others in the team. And it was also, of course, made available to WADA's science department so that it could robustly assess the plausibility of the contamination scenario that had been accepted. And again, I don't want to forestall what Professor Rabin will say, but the feedback from WADA's science department was ultimately that the contamination scenario was not only plausible, but there was no concrete element to call it into question, to challenge it. And indeed, the legal advice from the external lawyers, including myself at the time, but also a barrister from the UK, which thoroughly reviewed this case, including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the opinions that were given by the various experts, was that an appeal to CAS was not warranted. 2021年的8月份，
在上诉的最后截止期的时候呢，WADA当时就放弃了上诉。而且啊，当时WADA跟美国之间打口水仗这几个月啊，因为美国的反兴奋剂中心组织自己还搞听证会啊，邀请WADA来，WADA呢就不去，而且WADA呢还威胁说，美国你要是再这么搞的话，我实际上我有可能要起诉你们《纽约时报》，也包括美国的反兴奋剂中心，甚至不排除啊，就是说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也说了，甚至不排除如果美国再继续这么搞的话，那么你下一届美国的盐湖城啊奥运会啊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啊。所以在国际上这件事情啊，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围绕着中国运动员23名运动员啊，就是尿检呈阳性这件事情，形成了一个滔天的舆论。那么这件事情啊，就反馈到了这一次的巴黎奥运会。那你想一想，为什么中国的运动员会接受这么频繁的尿检？在我看来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WADA这次啊，他其实没有针对中国23名运动员的情况进行上诉，导致了许多国际上的这个反兴奋剂的这个组织不满，也包括国际上的运动员不满。那怎么办呢？那只能在巴黎奥运会上加强对中国的兴奋剂检测。如果发现了，那当然好了，是吧？没发现，那WADA可能也会说，你看我已经做到了，对不对？频繁地对中国运动员进行兴奋剂检测嘛。所以中国这次在巴黎奥运会上接受兴奋剂的格外关照检测，就是因为这样一个背景。紧接着我们就要来讲一讲了。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这个真相是什么呢？我也讲讲我自己的看法啊。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啊，就是现在的确没有足够的证据啊，证明中国这个23名运动员都集体服用了兴奋剂啊。确实有很多证据指向啊，好像是误服。你就比如说啊，这23个运动员啊，全都是低浓度，低到什么程度呢？1毫升血液里面只含有1纳克，确实这个水平特别低，跟一般的你检测出来的兴奋剂啊不太一样。而且这23名运动员啊，他们呢是所有的浓度值都在同一个水平线。如果你要是分散服的，按道理来讲，你这浓度应该不一样啊，对不对？因为有高有低嘛，你服用的时间不一样嘛，所以它都在一个区间内。要服肯定是同一批次服的，但问题是这23名运动员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嘛，是吧？又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接受训练嘛，所以这方面的证据好像是对中国有利。但是呢，这德国电视台的调查好像有些蹊跷。怎么有些蹊跷呢？他说啊，你看这23名运动员好像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啊，但是他们接受的爆料显示，在这个比赛之前，中国的国家队运动员在北京其实是集训了的。他们集训的这些运动员是不能出去的，就在一起。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他们是有共同服用曲美他嗪的这个时间上的可能性、空间上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对中国不利的证据啊。他就是说，当时这个爆料人给他们提供的信息，而且就在他们4月20号啊这个发表报道之后呢，这德国公共电视台又收到了中国的一个吹哨人的信息。这个信息啊，就显示啊，对中国就更加不利了。因为中国当时的有利信息是什么呢？所有这23名运动员都来自于华阳饭店，都住在了华阳饭店。而在华阳饭店之外的运动员有3名，当时也被取样了。这3名运动员的样品中间都没有这个阳性，所以就认为这肯定是同一个饭店出了问题嘛。但是那个爆料人呢，给德国电视台提供的信息显示啊。Angeblich hätten ja alle in diesem Hotel genächtigt und gegessen, wie Chinada und WADA behaupten. Waren die 23 Sportler tatsächlich alle in diesem Hotel? Betroffene Athleten haben mir gesagt, dass ganz sicher 2 der Schwimmer, möglicherweise sogar mehr, nicht in diesem Hotel untergebracht waren. Sie wohnten in einer anderen Unterkunft. Einer der positiv getesteten Schwimmer chattet: Die Liste der 23 sieht aus wie ein Fake. 当然了，德国电视台自己也说了，他们没有办法分辨这个爆料人的信息的真伪，只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么如果要是说这真的是这样的信息的话，那整个中国构建的这个证据体系就不成立了，对吧？那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指控啊。所以在我看来，就双方现在的证据啊，基本上陷于各说各有理的状态，很难形成一个确凿的证据链，也很难形成一个一致性的结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WADA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程序可能确实存在问题。
因为按照反兴奋剂这个规定啊，你除了你所在国进行调查以外，你WADA必须要进行独立的第三方调查。那么现在在中国这次23名运动员阳性的过程中间，调查的过程中间，要么是中国的反兴奋剂中心，要么呢就是中国的公安部门或者是国安部门。但是你想想，人家那纪录片里说了，你中国的国安部门是谁呀？是中国政府控制的。你中国政府在这个兴奋剂事情实际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的，对不对？对吧？那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奥运运动员是为国争光的，他甚至就是国家的一部分，国家荣誉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希望中国的运动员出兴奋剂事情吗？肯定是不希望啊。那不希望的话，他肯定有可能会千方百计的隐瞒呢。你再看看历史上，对不对？中国的游泳池，中国的游泳队，过去历史上那是出过非常著名的丑闻呢。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中国5朵金花夺得了奥运冠军，结果后来证明什么呢？全都是吃了药啊，是吧？后来呢，中国的著名的游泳运动员罗雪娟自己就出来说，她说我身后的游泳池是不干净的，但是我是干干净净的走出这个游泳池的。她说了，为什么很多中国的游泳运动员是吧，在国内的比赛成绩特别好，一到国际比赛就不行了？大家想想什么原因？结果后来大家都知道，中国游泳队服用这个兴奋剂的事情啊，就在国外抓了现行啊。当年在澳大利亚比赛的时候，中国游泳运动员到那去，有的是带着生长激素，有的是带着利尿剂，结果被海关查出来了，当场驱逐出境啊。所以中国游泳队的确在历史上啊，这个有过不光彩的历史，就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普遍服用兴奋剂，然后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成绩一落千丈。但是最近10几年来，成绩又重新上来了。那么中国现在游泳队重新上来之后啊，那么就有2种说法了。一种说法是中国摆脱了过去的兴奋剂的那样的一种历史啊，进行科学训练，终于达到了好成绩。但是国外也有很多同行就认为，中国你就是在服用兴奋剂，你就是在服用兴奋剂，你就是不干净。这就是以美国为代表，也包括以德国为代表的质疑啊。包括这次就是这个张雨霏啊，在拿了铜牌之后，那个第4名就是一个德国的运动员。那个德国的运动员去年在世锦赛的时候得了冠军呢，这次只得了第4啊。所以当他比赛完之后，他就认为不公平。他说，虽然现在无罪推论呢，张雨霏啊是无罪的，但是他觉得这件事情不可思议呀。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了，国际体育这个同行对中国游泳队啊，他普遍的不信任，这是跟过去的历史有关。那么正是由于过去的历史，也包括这次23人你通通都有阳性的情况下，你才导致了大家对WADA的不信任。紧接着那些媒体又质疑了，说WADA你跟中国现在的关系就是不清不楚。为什么不清不楚啊？说现在你国际反兴奋剂中心啊，它的副主席是中国的著名的运动员杨洋，而且呢他还接受了大量的中国的捐款。那么有人就查到了，在这个世界反兴奋剂中心啊的网站，他们在过去1年里的已经接受了中国99万美元的捐款。Was das Geld angeht, ist das schon so. Ein chinesischer Olympia-Großsponsor, ein Sportartikelhersteller, unterstützt nicht nur das IOC, sondern auch die WADA, großzügig. Und auch der chinesische Staat zeigt sich spendabel, förderte schon wissenschaftliche Projekte der WADA in Millionenhöhe. Und vor 4 Jahren bekam China auch eine mächtige Position in der WADA. Zur Vizepräsidentin wurde Yang Yang gewählt, ehemaliges Mitglied des chinesischen Volkskongresses. Sie tritt als Kämpferin für sauberen Sport auf, zum Beispiel auf einem internationalen Kanal der chinesischen Staatsmedien. Unsere Aufgabe ist es, den sauberen Sport und die sauberen Athleten zu schützen. Wenn es Betrüger gibt, müssen wir natürlich alles daran setzen, unser Bestes tun, sie zu finden. 那你一方面接受中国的捐款，你另外一方面你的副主席又是中国的杨洋，那可不是说你国际反兴奋剂中心你跟中国的关系这不好了吗？好了之后你就不愿意调查了，你为什么不进行第三方调查？你就算疫情期间隔离，你派一个调查小组过去搞一下这个第三方调查也没问题嘛，你就是隔离一下嘛。所以就现在大家对这个反兴奋剂中心的程序问题就提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质疑。那么 WADA 呢，就是在
这个4月20号之后啊，自己又重新搞了一个第三方评估，就找了瑞典那边的一个检察官，对他整个处理中国这件事情的程序啊进行了一个审核。审核完了之后啊，他们说就是没有问题。So for the assessment, neither our scientific or legal experts uncovered any signs of manipulation, misconduct, or conspiracy. To summarize, our own assessment indicated 3 agencies, including our own, had received uncorroborated information from a source who refused further contact. That information was not supported by our information holdings. Our science and legal experts, none of the agencies could provide any evidence or contact. And please allow me also a comment on our colleagues from USARA who completely misrepresented the one and only exchange of this case. Given USARA has quoted an email from our department, I would like to read from the section that was left out. As quot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article, we did advise we remembered the allegations quite well. However, we also stated we held discussions with the ITA regarding the same intelligence. We advised that the source never provided any evidence, nor could they back up their claims. We followed up with our science and legal department, who did a thorough review. And yes, we did advise that there was no impetus to investigate because, and this was left out, no evidence or compelling evidence or intelligence were presented. And now I'm going to quote the final paragraph of our email. I have attached a previous report received from USARA on Chinese swimming. Are these recent allegations from the same source? If they have any evidence to back up their claims, we would be happy to reassess. If they are available for an interview, we would also be open to speak with them. Let us know. And we never received any response until the article came out. 还是回击呀，还威胁呀，要起诉美国的反兴奋剂中心呢。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千丝万缕的情况下，形成了今天这个局面啊。那么在我看来啊，这件事情啊，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说不清楚了，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WADA当时处理的有问题。如果WADA要是能够独立进行一次调查，那么你形成的结论可能大家还有这样的一个公信力。你如果没有WADA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的调查，这么多人涉及到这么大批次的这么一个调查结果，那肯定是很难令人信服啊。而且很多媒体还讲到了，他说你这是同一个标准吗？当年这个2022年是吧？俄罗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滑冰运动员，17岁的天才少女，她当时呢也是曲美他嗪被检测出来了。她当时自己解释说她自己爷爷给她做蛋糕的时候啊，然后呢，她爷爷因为吃这个心脏病的药物，给她做这个草莓蛋糕，她吃完之后误服了。结果后来呢，这个结果啊，俄罗斯就裁定她没问题，结果WADA呢就起诉了。起诉了之后呢，这个俄罗斯这个运动员被禁赛4年。那同样的，你为什么你那俄罗斯的你去降诉，中国的你就没事儿？而且这23个人这么大规模你都不管。所以在我看来呢，就是WADA的程序瑕疵是整个这件事情啊现在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经常说啊，没有了程序正义啊，其实所谓的结果啊，有的时候啊就很难说清楚了。我也不知道中国游泳队到底有没有服用兴奋剂啊。那我想说的是，即便他们没有服用，那么由于WADA处理这件事情的程序的瑕疵，也导致现在有口难言的局面。而且啊，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一贯采取的就是隐瞒、不公开、不透明这种事情啊。他们的解释是说，这里涉及到一些未成年人，而且对于那些完全误服的运动员来讲，本身也不公平。如果公开的话，但你不公开的结果被人《纽约时报》、被人这个德国电视台经过漫长的调查之后集中爆出来之后，这不是更被动吗？没有一个透明的处理过程，没有一个透明公开的结果，那么说句心里话，就算是你内心是清白的，其实你也很难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清白。更何况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运动员就是国家荣誉的一部分呢。
在你背负着国家荣誉这样的一个历史使命的时候，你难免要受到外界更多的质疑。所以啊，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一次这种兴奋剂的争执，但更多的我们可能要想到的是，什么时候中国的运动员他不再背负国家的这种荣誉，走向奥运赛场，成为了一个运动员自己追求未来的时候啊，这件事情才会变成一个单纯的兴奋剂事件。当然，我也并不认为啊，就算中国的这些运动员没有背负国家荣誉啊，就不会出现兴奋剂事件啊。就在这次巴黎奥运会上，美国的这个游泳名将叫沃尔什，是吧？他呢就被检测出来了兴奋剂阳性，而且呢，他在今年啊和去年的一年啊，他飞行药检的次数是0。你由此可见啊，即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不遗余力的在反对中国的兴奋剂这个集体舞弊的同时，他其实自己的运动员也难免啊会中招。说到底啊，这是一个体育竞赛的商业化啊，跟这个个人利益之间的博弈。只要有体育比赛，只要体育比赛是商业化的，只要体育比赛啊在过程中间运动员可以获得荣誉、金钱和社会地位的时候，人类社会也包括我们整个体育界啊跟兴奋剂之间的斗争呢就是长期化的。但是啊，怎么能够把这个过程把它的政治的因素剥离？在我看来，这是这个新闻中间最值得我们思考的。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The whole situation is a tragedy for clean athletes around the world. To announce the violation, they should have disqualified the athletes. They should have disqualified, 这个相关的报道啊是虚假信息、不实的报道，判定阳性为相关运动员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受污染的食物所致，涉及的中国游泳运动员不过错、不疏忽，不构成兴奋剂违规。Obwohl nur eine Tablette beigemengt war, sehr hohe Konzentrationen gemessen. In dem Bericht der Chinada heißt es hingegen, die Konzentrationen bei den chinesischen Sportlern seien sehr gering gewesen. What is clear is that some of the comments that have been made, which suggested a cover-up of doping cases for political reasons, couldn't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 At every stage, WADA followed all due process and diligently investigated every lead and line of inquiry in this matter. If we had to do it over again now, we would do exactly the same thing.